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余年向春生》故事解说。除夕之夜，万家灯火团圆，举国辞旧迎新。年过花甲的过江凤，却在这最温情的日子里，攒下了20年的决绝。他决定亲手收回女儿一家拥有的所有光鲜与富足。外人皆道他冷血无情，不近人情。无人知晓，他耗尽半生心血维系的家庭，从来只是一场独角戏。20年任劳任怨，步步退让，无私包容，换来的唯有至亲日复一日的冷漠算计，百般践踏与理所应当的消耗。除夕当天，家中表面平静安逸，孙女念念撞见独自静坐的过江凤，随口闲聊，得知外公外婆下午会赶来过年，顿时满心欢喜，提议多备几道年夜饭应菜。可转瞬他便面露难色，借口家中空间狭小，容纳不下所有人同住。为了成全一家人的团圆，过江凤主动退让，坦言自己可以暂住客厅沙发，简单将就几日。不料女婿李华当即厉声否决，声称自己父母体面尊贵，最重礼数，大年30让长辈睡沙发太过寒酸，有损自家颜面。不等过江凤辩解，他便自作主张，勒令他除夕期间搬去酒店暂住，年后再回家。一句无情驱逐，彻底凉透了过江凤的心。他操劳半生，为家倾尽所有，到头来竟在万家团圆的除夕夜，被亲手养大的晚辈扫地出门，视作累赘。面对母亲的质问，女儿秦建立毫无愧疚，只剩满心不耐，只让他暂且委屈，敷衍许诺来年再团圆。亲情淡薄，尽显无余。片刻后，念念看见桌上摆放的外公遗物，好奇伸手欲触碰，过江凤立刻出声制止，再三叮嘱他不可乱动逝者遗物。被当众制止的念念心生不悦，年少无知，毫无敬畏，直言大过年摆放逝者摆件太过晦气，埋怨外婆小题大做，执意要他立刻收走遗物。孙女凉薄无知的话语深深刺痛了过江凤，她悲愤质问秦建立，逝者是孩子的亲外公，自己的结发丈夫，怎能被晚辈如此嫌弃诋毁？可秦建立依旧偏袒女儿，指责母亲揪着就是不放，小题大做，一味催促她尽快搬去酒店，生怕耽误公婆上门过年。秦建立直白坦言，公婆阅历深厚，体面尊贵，家中留着年迈的她，只会让外人看笑话，丢自家脸面。20年隐忍付出的委屈瞬间翻涌心头，过江凤满心悲愤。20年来，他包揽所有家事，悉心抚育孙女，倾尽资源帮扶女儿的小家庭，掏心掏肺半生，最终只换来嫌弃与驱逐。即便母亲字字泣血诉说半生委屈，李华依旧态度冰冷强硬，直言酒店早已订好，他必须按时搬离。过江凤转头望向亲生女儿，期盼能得到半句偏袒，可秦建立默认了丈夫的所有安排，彻底击碎了她最后一丝期许。紧接着，秦建立颠倒黑白，细数母亲的所谓过错，指责她无存款、无退休金，20年全靠小家庭供养，如今的安稳生活皆是自己与丈夫给予，劝母亲安分知足，不要无理取闹。这番绝情言论彻底磨灭了过江凤心中残存的母女亲情。她终于看清自己半生无私付出，在儿女眼中不过是依附晚辈、坐享其成的累赘。一家人自私凉薄、贪得无厌的模样，让过江凤彻底心寒。她淡然冷笑，坦然成全众人的私心。既然这个家早已容不下她，这耗费20年青春与心血的方寸之地，她再无半分留恋。秦建立见她不肯妥协，反倒指责她发疯闹事。此刻的过江凤已然彻底清醒，20年的善良退让，只换来了变本加厉的亏欠与委屈。今日不是家人气她，是她决然舍弃这段虚假亲情。李华见她态度强硬，语气愈发轻蔑嘲讽，笃定她毫无独立生存能力，离开这个家便无法立足。他刻意挑衅，让她既然硬气，就彻底不要再穿戴自家购置的衣物。一旁的念念顺势附和，意外发现外婆身上的纹身，便以刻薄言语恶意揣测，认定外婆年轻时品行不端，混迹市井。接连不断的羞辱、诋毁与恶意揣测，让过江凤彻底暴怒，厉声呵斥念念退下。可一家人毫无愧疚悔改，反倒集体嘲讽他无理取闹，肆意发疯。李华甚至假意宽慰妻儿，归咎于平日太过纵容，才让他敢在除夕团圆日闹事折腾。秦建立也笃定外婆在城中无亲无故，孤立无援，只要让她在外吃些苦头，终究会低头认错，乖乖归家。安抚好家人后，李华满心兴奋地告知妻女，父母已敲定邀约，今晚的年夜饭将迎来天问商会的传奇掌舵人，这是全家攀附权贵、翻身崛起的绝佳机缘。面对念念的好奇追问，李华细细解释，秦建立任职的公司多年屹立不倒，稳步发展，全靠天问商会的资源与人脉扶持。这位神秘会长是上京顶级风云人物，若能搭上关系，
自家事业与阶层必将彻底跃升，一飞冲天。念念听闻后满心崇拜，愈发轻视平凡普通的外婆，直言外婆毫无本事，根本无法与顶级大人物相提并论。一家人沉浸在一朝腾飞的美梦中，彻底遗忘了被他们无情驱逐、百般羞辱的过江凤，将20年养育恩情与半生付出尽数抛之脑后。被至亲赶出家门的过江凤，孤身奔赴城中顶级高端会所。门口工作人员见他衣着朴素，气质内敛，误以为是普通老人走错场地，态度怠慢敷衍。过江凤气场沉稳，淡然吩咐工作人员即刻通知林燕前来见他。工作人员听闻他直呼业内顶级大佬林燕之名，又见他身上标志性的专属纹身，瞬间幡然醒悟，眼前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，正是20年前威震上京、无人敢招惹的商界传奇过江凤。工作人员瞬间收敛轻视姿态，毕恭毕敬将他请入等候，火速上楼通报。等候期间，几名嚣张跋扈的年轻子弟路过，不慎撞到过江凤，不仅毫无歉意，反倒倒打一耙，嘲讽他挡路失礼，故作姿态。众人盯着他的纹身肆意戏谑，认定他装腔作势，徒有其表，言语间满是轻辱。就在众人肆意挑衅之际，林燕匆匆赶来。时隔20年，再度见到自己毕生追随的掌舵人，他快步上前，姿态极尽恭敬谦卑。林燕心知肚明，凤姐半生隐退，不问世事，若非受尽极致委屈，走投无路，绝不会轻易现身。过江凤平静诉说了自己除夕夜被亲生女儿一家无情驱赶、百般羞辱的遭遇。林燕满心心疼与愤慨，当即表态永远是他最忠实的左膀右臂，誓死追随，绝不背叛。顾及会所人多眼杂，他连忙邀请过江凤返回老宅详叙，同时火速传令裴山，召集所有老部下即刻归队，集结老宅，陪凤姐共度除夕。老部下悉数到齐，听闻凤姐除夕夜无家可归，受尽至亲折辱，众人满心愧疚，纷纷躬身致歉，自责多年未能护主周全。看着一众忠心旧部，过江凤心境淡然通透。20年岁月沉淀，他早已褪去年少锋芒，看淡过往纷争，本打算彻底退出天问商会，安稳平淡度过后半生。他一度想要将名下千亿产业、所有人脉资源平分给忠心追随多年的部下，却被林燕、裴山等人尽数拒绝。众人恭敬奉还商会最高权力信物，坦言20年来始终悉心保管，静待他归来。所有产业常年稳步增值，权属从未变更。过江凤永远是天问商会唯一且无可替代的掌舵人。过江凤随即问起多年来暗中帮扶秦建立一家的实情，部下如实汇报，谨遵他当年护女嘱托，20年来持续为秦建立任职的李氏集团输送优质资金、核心项目与顶级人脉，一路保驾护航，原本明年即可助力企业上市，跻身行业头部。得知自己20年默默兜底、倾尽资源庇护的女儿一家，最终竟背信弃义，肆意践踏自己的尊严。过江凤彻底斩断心中最后一丝温情，他沉声下达终极指令，全面冻结李氏集团所有资金，收回全部项目、人脉与股权，彻底终止所有合作，不留半分余地。部下心生迟疑，劝谏除夕清算，会让秦建立一家瞬间破产，流落街头。过江凤眼神冰冷，态度决绝，字字铿锵，是他们不念恩情，步步紧逼，极尽羞辱。我今日不过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，理所应当，无愧于心。得知秦家一家正在天问酒店设宴，坐等商会会长赴宴攀附，过江凤当即决定准时赴宴，亲自清算20年养育恩怨。历经此番寒心遭遇，过江凤彻底醒悟，一味的迁就退让，无私付出，换不来感恩与尊重，只会被凉薄之人视作理所当然，肆意消耗。真正的体面与尊严，从来唯有实力可以争取。此时的天问酒店豪华宴席上，秦建立一家依旧沉浸在攀附权贵、一朝暴富的虚妄美梦中。李家父母到场后，随口询问为何不见过江凤，秦建立当即面露不耐，当众抱怨母亲无理取闹，除夕闹脾气离家出走，不识大体。李华母子顺势嘲讽，无能执拗的老人最是爱闹事，眼界狭隘，毫无格局，根本无法与体面有礼的李家相提并论。秦建立笃定母亲身无分文，毫无谋生能力，在外撑不过几日，迟早会低头认错归家。念念也跟着吐槽外婆小题大做，无事生非。李华更是荒唐扬言，年后便安排岳母去做清洁工，让他体会劳作辛苦，才懂居家安稳的可贵。一番贬低嘲讽过后，一家人满心期盼商会会长登场。李华父亲得意告知众人，已确认天问商会幕后掌舵人过江凤亲自赴宴，能得这位上京顶级大人物亲临，是李家千载难逢的崛起机缘。他当众许诺，未来家族所有产业尽数交由独子李华继承。
一家人愈发憧憬未来的荣华富贵，对即将降临的灭顶之灾浑然不觉。趁着众人畅想未来之际，裴山已全面完成清算部署，彻底冻结李氏集团所有账户，切断全部资金流转。随后，林燕遵从凤姐指令，先行抵达宴席，开启第一轮清算。现场宾客纷纷向李家道喜，羡慕其能结识商会高层，攀附顶级人脉。李父大肆吹嘘自家与天问商会深度绑定，资源深厚。秦建立也借机贬低母亲，踩踏至亲，衬托自家体面格局。在众人一片恭维吹捧声中，林燕气场全开，沉稳入场。秦建立一家认出这位业内顶级话事人，满心疑惑又刻意客套寒暄。林燕毫无多余寒暄，冷冽开门见山，代为传达2件要事：第一，秦家一家居住的高端豪宅，产权归过江凤独有，当晚12点前必须全员搬离，绝不拖延；第二，20年起居照料、家用补贴及劳务酬劳折合200万，需当场全额偿还。2项清算要求瞬间点燃李家众人怒火。李华当众怒骂过江凤刻意刁难、无理取闹，念念也指责外婆大过年闹事，让全家颜面尽失。林燕见2人肆意诋毁凤姐，眼神骤冷，厉声警告众人谨言慎行。一家人满心愤怒，却不敢得罪林燕，只能强行隐忍妥协。李华暗自盘算，先交钱搬房稳住局面，待攀附会长成功，事业腾飞后，再逼迫过江凤认错还钱，登门赔罪。随即他取出200万银行卡上交，承诺按时搬离房屋。林燕淡然告知众人，这只是初次清算，真正的审判将由凤姐亲自到场收尾。等候会长登场的间隙，一家人依旧不知悔改，不停辱骂诋毁过江凤。李华愤愤不平，吐槽老太太贪心绝情，借机敲诈，扬言事后必定追回全款。李母恶意揣测过江凤年轻时品行不堪，靠旁门左道拉拢人脉。在场宾客也纷纷附和共情，同情李家摊上不讲理的长辈。秦建立满心憋屈，自认尽心赡养母亲，却遭无端针对敲诈。就在全场宾客翘首以盼之际，工作人员高声通报：天问商会会长驾到！万众瞩目之下，身着正装，气场凛然、威严沉稳的过江凤缓步入场。瞬间，整座宴会厅陷入死寂，落针可闻。念念瞳孔骤缩，满脸震惊，难以置信，这个传闻中叱咤上京、人脉通天的顶级传奇会长，竟是自己日日嫌弃、肆意轻视的外婆。秦建立、李华及李家父母全员错愕失神，看着褪去朴素居家模样、气场碾压全场的过江凤，彻底呆立当场，不敢置信。在场宾客纷纷惊叹，这位看似平凡的老太太，气度不凡，绝非等闲之辈。短暂错愕过后，秦建立率先拉下脸面，厉声质问母亲擅自闯入高端宴席，嫌弃她衣着朴素，仪态普通，拉低宴席档次，让自己颜面扫地。过江凤淡然反问：宴席本是他们主动邀约商会会长，自己如约赴宴，何错之有？秦建立依旧顽固不懈，嘲讽母亲只会洗衣做饭，格局狭隘，根本不配身居高位。过江凤无意无谓争执，直言今日到场，便是要借着这场团圆宴席，彻底清算20年的养育恩怨与所有纠葛。念念满心不耐，指责外婆无理搅局，毁掉全家的富贵机缘。在场宾客满心好奇，秦建立见状立刻颠倒黑白，当众卖惨，哭诉母亲小题大做，离家闹事，妄图霸占房产，敲诈钱款，实属为老不尊。李父也顺势发难，指责过江凤半生依附子女，恩将仇报，邀请宾客评理。秦建立更是假意大度，声称只要母亲当众道歉，便可继续归家养老，否则彻底断绝母女关系。看着一家人虚伪凉薄的丑恶嘴脸，过江凤只觉无比讽刺。他淡然揭穿真相，众人居住的豪宅本就是他的私有资产，真正需要被驱逐的是这群忘恩负义、背信弃义的人。秦建立瞬间脸色惨白，慌乱失措，不敢相信真相。李父震怒质问他刻意隐瞒房产产权，秦建立百口莫辩，慌乱辩解。即便铁证如山，他依旧不肯悔改，执意质问母亲索要200万的缘由，认定是无端敲诈。过江凤条理清晰，当众解惑，这200万并非敲诈，而是20年日夜操劳、贴补家用、青春耗费的补偿与劳务酬劳。面对部分宾客老人太过绝情的非议，过江凤坦然拿出手写账本，字字句句皆是20年的辛酸付出。账本清晰记录，身为高管的秦建立家境优渥，却每月只给年迈母亲1000元生活费，勉强维持温饱，而全家每月衣食住行、人情往来的开销远超5000元。数十年的巨额缺口，全靠过江凤省吃俭用、打零工、捡垃圾苦苦填补，默默撑起整个家庭。真相曝光后，全场舆论彻底反转。
宾客纷纷怒斥秦家一家冷血自私、忘恩负义，身居高位却苛待生母，毫无良知与人情味。即便被当众揭穿，李母依旧死不悔改，强行辩解，嘲讽过江凤眼界狭隘，斤斤计较，困于细碎钱财，格局太小。这番刻薄言论彻底激怒过江凤，他转头直视秦建立，质问他是否也这般看待自己的付出。秦建立颜面尽失，恼羞成怒，非但毫无愧疚，反倒指责母亲偏执狭隘，当众丢人。对比公婆的大度通透，尽显小家子气，女儿极致的凉薄自私，彻底寒透了过江凤的心。他字字气血质问自己20年如一日包揽所有家事，照料全家老小，耗尽青春与精力，全心付出，最终在亲生女儿眼中，竟连一个雇佣保姆都不如。李华更是火上浇油，冷漠附和，直言外婆的琐碎家务任何人都能替代，后悔多年白白供养她养老。一家人绝情冷漠的话语，彻底击碎了最后一丝母女温情。过江凤怒极反笑，心性决绝，决意让这群凉薄之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代价。李父恼羞成怒，厉声警告，扬言这场宴席关乎公司上市的毕生机遇，勒令他立刻离场，否则便彻底翻脸，不死不休。过江凤淡然浅笑，无所畏惧，平静告知众人，从他们除夕之夜狠心驱逐，百般羞辱他的那一刻起，李家的上市美梦、半生荣华就已然彻底终结。话音刚落，李父手机接连响起噩耗，李氏集团所有资金全面冻结，所有加急项目全线瘫痪，公司运营彻底崩盘，19名高层总监、部门经理集体离职，大年30全员辞职，企业彻底濒临破产，毫无挽回余地。高管直言，全员离职只因公司得罪了绝对招惹不起的顶级大人物。突如其来的毁灭性打击，让李家众人彻底崩溃慌乱。李父暴怒癫狂，认定是过江凤恶意报复，暗中作祟。过江凤淡然回应，一切皆是咎由自取，自作自受。绝境当前，念念依旧不知悔改，指责外婆心胸狭隘，报复至亲。秦建立更是放下狠话，扬言公司所有损失必定让母亲加倍偿还。看着一家人冥顽不灵，毫无悔意，过江凤彻底斩断最后一丝情分，拿出断绝母女关系协议书，勒令秦建立即刻签字。他坦言，今日归来只为清算亏欠，了结恩怨，彻底斩断这段冰冷虚假的母女亲情。秦建立震惊错愕，无法接受一向隐忍包容的母亲执意断绝关系。李华在一旁极力怂恿，嘲讽过江凤年老无用，只会添乱，断绝关系反倒清静自在。秦建立本末倒置，气急败坏，逼迫母亲立刻停止报复，召回离职高层，否则便彻底不认他这个母亲。过江凤淡然释怀，直言自己早已不稀罕这段寒凉亲情。即便大祸临头，秦建立依旧心存侥幸，嚣张狂妄，扬言自家背靠天问商会，根基深厚，仅凭母亲几人根本无法撼动分毫。就在他肆意叫嚣之际，裴山抵达现场，当众庄严宣布，天问商会正式终止与李氏集团的全部合作，收回所有项目、资源与人脉扶持，依法追索巨额违约金。随后，裴山向过江凤恭敬复命，李氏集团所有清算封锁流程全部完成，企业彻底停摆，濒临破产。裴山当众揭开所有真相，李家赖以生存、步步崛起的20年资源、项目、人脉与扶持，全部出自过江凤之手。多年不离不弃的帮扶，只因凤姐念及母女情分，一心护女。如今她收回所有馈赠，李家的半生荣华、毕生根基，瞬间化为泡影，荡然无存。裴山厉声怒斥秦家一家狼心狗肺、忘恩负义。凤姐20年收敛锋芒，隐退江湖，甘愿褪去一身荣光，做一个平凡居家老人，默默守护家庭，倾尽所有，最终却在除夕团圆夜被至亲驱逐羞辱。如今落得破产落魄的下场，全然是自作自受，咎由自取。全场宾客哗然震惊，终于知晓这位受尽委屈的年迈老人，竟是上京叱咤风云的顶级大佬。20年隐忍付出，换来的唯有至亲的背叛与践踏。秦建立一家彻底褪去所有傲慢，跪地卑微求饶，含泪道歉，苦苦恳求过江凤宽宏大量，再给改过之机。看着一家人只为利益低头的虚假忏悔，过江凤内心毫无波澜，彻底释然。他淡然感慨，若自己没有滔天权势与实力，被赶出家门后只会无人问津，凄惨落幕。半生付出与满腹委屈，永远无人知晓，无人怜悯，恩怨了结，执念尽消。过江凤不再留恋这段糟心亲情，转身跟随老部下淡然离场，彻底告别耗费自己20年光阴的冰冷家庭。随后手下遵照指令，将秦家所有人的私人物品尽数清出豪宅，将这一家人彻底驱逐出门。
让他们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，亲身品尝无家可归、一无所有的落魄滋味。流落街头的一家人依旧毫无自省之心，彼此相互抱怨、推卸责任，始终不肯正视自己的绝情过错。他们心存侥幸，妄图翻盘，计划四处拜访大佬寻求投资，挽救濒临破产的公司，全然不知自己早已彻底落败，再无翻身可能。大年初一，过江凤独自赴老友年度聚会。时隔20年重遇旧时，世事变迁，人心凉薄。众人见他衣着朴素，低调内敛，纷纷出言嘲讽，调侃他晚年落魄潦倒，不请自来，只为蹭饭攀关系，自取其辱。全场众人之中，唯有周文山真心待他，特意从乡下带来自家散养土鸡，想要与老友共叙旧情，分享年味。可在场众人纷纷鄙夷嫌弃，直言土鸡廉价土气，上不得台面，当众嘲讽周文山是乡下土包子，眼界狭隘，不配出入高端聚会。面对众人的冷眼轻视，肆意嘲讽，过江凤始终淡然平和，不争不辩。可众人愈发得寸进尺，肆意诋毁他晚年落魄，无人赡养，曝光他昔日捡垃圾贴补家用的窘迫过往，不断调侃他子女不孝，晚景凄凉。为首的钱小兰依仗女儿是酒店经理，家境优渥，当众逼迫过江凤敬酒道歉，讨好换红包，极尽羞辱。众人无休止的欺凌为难，彻底激怒了忠厚真诚的周文山。钱小兰见普通人竟敢顶撞自己，维护过江凤，当即恼羞成怒，叫来女儿撑腰放话，扬言要让二人当众鞠躬道歉，赔付50万医药费，否则绝不放行。就在众人团团围困，肆意欺压二人之际，酒店董事长带队匆匆赶来，当众躬身跪拜，毕恭毕敬拜见过江凤。全场瞬间鸦雀无声，全员震惊。所有势力之人终于幡然醒悟，眼前这位看似平凡落魄的老人，从来都不是任人欺凌的弱者。20年的朴素隐忍，只是他刻意的伪装与退让，其本身依旧是震慑上京、无人敢招惹的顶级大佬。